女人刚从珠宝店走出来，楼上的狙击手立刻对她开了一枪，但没有击中目标。杀手随即进行了连续射击，女士的保镖胸部中弹，当场倒下牺牲。杀手这时已经锁定了惊慌失措的女士，正准备再次开火，一个满脸胡子的大叔突然出现，救了他一命。然而杀手的扫射火力极为猛烈，大叔站在他们前面，子弹击中了汽车油箱。大叔利用水柱遮挡杀手的视线，催促女士快跑到安全地方。原来女士是福祉集团的理事长，她因救助被拐卖的儿童，遭到了极端组织的死亡威胁。大叔的出现纯属巧合，他原来是为了找寻杀害师弟的凶手，恰好救了这位差点丧命的女士。两人一起逃到了一个安全地点，途中车子出了故障，大胡子检修车辆时发现有人在车上装了追踪器。女士第一反应是报警，她相信她的丈夫很快会派人来接她，但大叔对警方极为不信任，他认为公开的狙击行动很可能暗示警方内有内鬼。女士沉思了一会，最终决定听从大叔的建议，先确保自己在家的安全，然后再计划下一步。大胡子建议他联系可信的人，让大使馆来接他，但同时要保密他们目前的位置。之后他们去了卫生间处理伤口，换衣服的时候出来，看到他包扎得很不方便，女人也没那么警觉，上前帮忙。大胡子让他先洗把脸，还是心有余悸。女人脚一软，差点摔倒，大胡子眼疾手快地抱住了她，还贴心地用毛巾帮她擦了擦。那一刻荷尔蒙的味道让女会长神志恍惚。很快她丈夫赶到大使馆来接她回家，路上让她取消明天的派对，抱怨她明明收到威胁邮件，为什么还要冒这个险。但女人没有理会丈夫的唠叨，只说自己累了，想先休息一会。回到酒店后，女人洗掉身上的血迹，脑海中却回想起大胡子的荷尔蒙味道。这时丈夫拿来婆婆的电话让她接，原来婆婆要她去贿赂某人，她毫不留情地拒绝了，这让婆婆大骂无奈。婆婆离开后甚至想找人干掉这个儿媳。这个大胡子名叫徐岛宇，他的兄弟曾经捐了一颗肾给他，救了他一命。为了兄弟复仇，追查凶手的过程中救了婉秀，找到隐藏的杀手很不容易，想为兄弟报仇，他必须继续接近婉秀。虽然婉秀的丈夫压下了被刺杀的新闻，但婉秀选择了迎难而上，她举办了一个记者招待会，公开了伊斯兰国对她的威胁邮件。这个决定让婆婆气疯了，她的派对还是按计划举行了。婉秀没想到又遇到了那个大胡子，她的妈妈从小就教她怎么巧妙地讨好女士们，可就是这招让她失业了。她不合适的恭维惹怒了那位夫人，那位夫人正是韩国首富的女儿，她的丈夫是现任总统的儿子。她妈妈在高尔夫球场被当场解雇，但她认为不是她拍马屁的技巧有问题，只是运气不好，于是花重金让女儿学习高尔夫。高中辍学之后，她终于成为了梦寐以求的球童。当妈妈看到高尔夫选手能出名赚大钱后，便贷款让她去美国参加比赛。婉秀在美国公开赛上夺冠，但奖金都被高利贷吞没了。原来她妈妈一直沉迷于赌博，婉秀挣的钱都被她败光了。如今当年羞辱她妈妈的人变成了她的婆婆，救她一命的人现在成了她的保镖。婉秀不禁怀疑这个男人的真正目的。在派对上，她的丈夫偷偷和一个女人溜了出去，两人的亲密举动看起来很有默契。她儿子找到她说想回家休息，这时她才发现丈夫不见了。她四处寻找丈夫，这才目睹了那不堪一幕。撞见妹妹后，她显得很慌张。他们终于明白，婉秀一直都知道，她只是担心这是被记者曝光，所以一直没揭穿他们。财阀家族都这样，为了面子，大家都戴着面具生活，连保镖都在旁观夫妻俩的生活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。手牵手回到派对继续表演，她不明白夫人怎么还能笑得那么灿烂。派对终于结束，婆婆找到婉秀，向她大声咆哮并丢东西。婉秀不甘示弱，摔碎了一地的酒杯，让这个富家女体验了前所未有的梦境。原来丈夫的事婆婆早有耳闻，她就在等婉秀发现后提出离婚，但婉秀不会如他们所愿，更何况现在的福祉集团会长是她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。婆婆气急败坏地离开，婉秀去酒吧平复一下，回想起当初在非洲遇到丈夫，那时她正在帮助当地难民。第一次见婆婆时，婆婆明显看不起婉秀的出身，还说儿子的前女友是她安排杀的。狂妄和疯狂就是婆婆的标签，当时的婉秀还信任着丈夫的爱，不知道婆婆为了维护家族名誉，收买了自己的哥哥，悄悄处理了赌博成性的母亲。想到这些，婉秀已微醺，幸好保镖及时出现，保镖帮了个大忙，本来不该和她一起上楼，最终还是一起坐上了电梯。一个心事重重的微醺少妇，面对年轻保镖难以自持，面对这种诱惑，保镖却没有沉沦。这时丈夫突然出现，
敲门时，保镖想开门，却被婉秀拦下。丈夫刚要弯腰捡地上的名片，保镖的前辈及时出现，化解了危机。丈夫离开后，把名片塞进了门房。时间慢慢过去，保镖从夫人的房间走了出来。婉秀还穿着睡衣，对刚才的事感到惋惜。她遗憾自己刚才没能得逞。第二天两人见面时，表现得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保镖陪同夫人乘飞机返回韩国。徐导允第一天回到花人家庄园，保镖队长热心地帮助他熟悉别墅，但徐导允关心的是找到杀兄之仇的凶手。偶然间，他在兄弟的相册背后发现了一张存储卡，打开后看到的是婉秀公公死亡的监控录像，想起酒店那夜的放纵，感到尴尬。回国后，夫人想劝徐导允离开，保镖想用夫人做诱饵，来抓住杀害兄弟的凶手。他只好告诉夫人凶手的刺杀未遂，预告凶手还会对夫人下手，自己留下来可以保护他的安全，同时帮兄弟报仇。徐导允原来是青瓦台的贴身警卫，直接向现任警察厅长汇报。不过这位厅长私心很重，他要求徐导允密切关注总统与企业家的私下谈话。他的兄弟原在情报部门，调查这些企业家的秘密资金流动。兄弟最后的任务是查明夫人公公的死因，追查到他们的洗钱基地马尼拉巴。兴邦谁知道调查还没出结果，兄弟就惨遭杀害。徐导允一心想为兄弟报仇，却被警察厅长压制住了。徐导允决定单独行动，成为夫人的贴身保镖。夫人其实一直被他们利用，公司只是他们洗钱的工具，婚姻更多是为了维护媒体形象。丈夫外面花天酒地，她却选择视而不见。没想到她的妹妹忍不住找上门，妹妹没想到姐姐如此大度，只好继续揭露更多事情来刺激她，声称自己的孩子是他们结婚前怀的。原本以为这能刺激姐姐离婚，没想到姐姐早就知道这一切。妹妹透露，副会长根本就没爱过她，去非洲的邂逅和求婚都是无奈之举。当时她怀孕一个人跑到日本躲避，她却在酒店和女明星混在一起。第二天醒来，女明星意外吸毒过量身亡。婆婆担心被退婚的前女友利用这件事进行炒作，故意选了被媒体誉为救助天使的夫人，让丈夫在非洲偶遇她匆忙求婚。表面上似乎不在乎，夫人冷静地离开，内心其实已经无数次的诅咒。回到家，婆婆命令她把张素罗的孩子接回，毕竟那孩子是荣国的血脉。夫人冷酷地拒绝了婆婆的提议。老太婆气愤，但无可奈何。无耻似乎是遗传的，丈夫一边表白爱她，一边想给张素罗的儿子身份。自高自大的张素罗不过是个笑话，在好来见会长面前，连管家都不把她当回事。向会长汇报后，却像条狗一样被扫地出门。婆婆尝试和婉秀商量未果，又想出了一个新主意，安排管家组织一次全家福的拍摄，张素罗的儿子也包括在内。婉秀看到张素罗的儿子坐在中间，气冲冲地去找婆婆理论。婆婆立刻拿出孩子的亲子鉴定结果，砰的一声扔在桌上，坚称自己的孩子必须认祖归宗。这并不影响你作为家里女主人的地位，况且你也不打算再生孩子，也没有离婚的打算，不应该阻止儿子继承家业。令她更加生气的是，婆婆居然让她让出自己孩子的房间。气愤的婉秀决定开车出门，秘书马上通知保镖跟随出去保护夫人。她刚驾车离开，就目睹夫人的车子差点发生事故，急忙跑过去坐在车内保护夫人，一路驱车至海边。夫人光着脚在沙滩上漫步，保镖默默地跟在后面守护。等到夫人累了回到车上，保镖还细心地用手帕清理她脚上的沙子。夫人表示她并不相信她白天所说的暗杀组织的事，要赢得她的信任必须出示证据。晚上保镖驾车将夫人送回别墅，从远处就能看到丈夫的车。原来他猜到婉秀可能会来这里，和她探讨是否再生一个孩子。早已与她分床的婉秀不想讨论这些，丈夫却强行要求夫妻权利，想要行使作为丈夫的权利。看到屋内一片混乱，保镖冲进去一把抱住了丈夫，姿势显得有些暧昧。婉秀这才有机会脱身，带着保镖离开了场地。第二天早上，张素罗急忙去找她丈夫，保镖拦下她说副会长有客。张素罗却回应道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。进屋后看到副会长和一个女人还在床上睡得很熟，张素罗叫醒那女人让她离开，还评论副会长挑人的眼光越来越差。她在想婉秀会不会同意再为副会长生一个孩子。副会长显得不耐烦，不想搭理她。徐导允这次是跟着太太一起来到了公司的保安室，刚到就给了老员工一点教训。他冲进监控室调出最近的监控录像，和兄弟留下的内存卡做对比，发现会长去世时前辈也在现场。为了赢得夫人的信任，徐导允悄悄前进别墅的监控室调取录像资料。出来时被2号保镖发现，谎称自己在找管家。2号保镖让他去2楼见副会长。副会长质问他昨晚为什么敢违背命令。徐导允只好谎称是反应过度，但那也只是出于保镖的职责，不想让主人受伤。
副会长宽宏大量地说，自己是财阀，但不会因为这点小事解雇他。查看录像时，他发现副会长曾经给保镖队长70-80万现金，显然是安排些秘密行动。婉秀让管家把儿子的房间腾出来，不能让任何人占用自己孩子的房间，这让婆婆非常生气。她找来管家，想密谋剥夺婉秀理事长的权利。她看到了集团发来的通知，婉秀让她哥哥帮忙，把她丈夫私生子的事情散布出去。很快就有一群记者包围了公司大门，他们都想核实这个关于丈夫的新闻。张素罗本以为她会接受采访澄清事实，婆婆立刻猜到是婉秀在背后搞鬼。婉秀趁机向婆婆提出要恢复自己的董事长职务，婆婆拒绝让她回家，想等事情平息后再说。第二天，婉秀自己组织了一个记者会，当她揭露真相时，连婆婆都被吓了一跳，连管家都差点被婉秀逗笑了。张素罗气得几乎疯了，怎么她突然变成了70岁会长的小老婆了？小叔子觉得这场戏很精彩，连丈夫都忍不住为婉秀鼓掌。婆婆被气得要发疯，决定要彻底摆脱婉秀，威胁要剥夺她的董事长职位，逼婉秀使出最后的杀手锏。她威胁要公开集团的财务报告，要把公司变成一个透明的国际机构，这也切断了婆婆洗钱的渠道，同时避免了政府部门的干预。徐导允和婉秀被队长训斥，张素罗和他儿子被保镖带到别墅。婆婆现在开始怀疑，那个小孩真的是老公的私生子吗？婉秀被要求安排房间让他们住，婉秀还亲切地称张素罗为庶母。张素罗这才知道，庶母是小老婆的意思。张素罗气冲冲地找婉秀理论，却被告知她只能待在这个房间。原本想当威风的二婆婆，结果却不如一个佣人，只能借散步的名义出去，带着徐导允悄悄离开。保镖很好奇，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不离婚？婉秀才开始谈及她的婚姻实际上已名存实亡。公公临终前让她扫描了指纹解锁平板，叮嘱她一定要保护花人集团。为了不辜负公公的期望，婉秀才选择坚持婚姻，确保集团不受婆婆的玷污。徐导允透露，公公是被谋杀的，他的兄弟也因调查会长之死陷入危机。还有马尼拉的那次，婉秀几乎想结束自己的生命，幕后黑手很可能是家里人。第二天，婆婆让婉秀拿着拍卖得来的酒回家聚会，一路上徐导允帮她把酒拿到门口。回家时没看到婆婆，只碰到了老二的媳妇。老二的媳妇故意把遗物摔碎，幸好地窖里有相同的酒可以替换，这样就避免了被责骂。但婆婆一尝就发现酒味不对，以婉秀不同意为借口，当着亲戚的面严厉斥责她。张素罗住进别墅后也受尽委屈，连仆人也被管家教唆叫她庶母。婆媳俩背地里恨对方入骨，媒体面前却得装作和谐。婆婆心情不好，找保镖撒气，谁知徐导允不讲人情世故，一点面子都不给。婆婆借口累了，靠在徐导允怀里撒娇，和几个帅哥玩了一场后心情大好，看到媒体拍的照片觉得自己显老，又开始发火，叫婉秀过来告诉她一个秘密。原来她母亲10年前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，这件事一直被她的手下瞒着。得知后，她第二天就匆匆去医院看望母亲。婉秀独自一人进了房间，保镖在门外守着。房间里突然传来一声尖叫，谁知道她成了20年不见的赌鬼，妈妈就在她面前去世了。所有的怨恨化为一声未出口的道歉，而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那个疯狂的婆婆。老太太还假装悲伤，说还好见到了最后一面。听说为了给母亲送行，婉秀决定不参加明天的巨额生意谈判。她私下里改变了装扮，婆婆威胁说随时可以把她也关进去，就像她妈妈一样。婉秀无奈只能跟婆婆一起去参加活动，在众人面前勉强笑着。保镖感慨豪门夫人的生活不易。活动结束后，婉秀紧抱着母亲的骨灰，她让保镖驾车前往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。保镖关闭了车辆定位系统，还提醒夫人把手机也关掉，但他们的行踪还是没逃过保安组的眼睛。两人来到了婉秀的老家，保镖贴心地为她带上小白花。虽然破败，但院子承载着婉秀的童年回忆。母亲的去世让她想起了自己已故的儿子，她作为母亲感到自己没能给孩子足够的陪伴。保镖忍不住搭上她的肩膀，给她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。他好奇为什么夫人没有哭泣，这一幕被人偷偷录了下来。他们租了一条渔船，将母亲的骨灰撒向大海。那疯狂的婆婆手里握着照片，脸上却没有任何愤怒的表情，嘴角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。两人回到别墅后，丈夫直接冲上来给保镖一拳，还命令组长立刻把这家伙开除，而夫人却一言不发。婆婆叫组长到办公室，让他报告徐导允的详细情况。徐增是警察，没有家庭履历，非常干净。婆婆知道儿媳会试图阻止开除，让组长按照夫人的指示行事。挨了拳头的保镖心里疑惑夫人为何不出声。下一刻，他站在房门外，徐导允突然将他拉进房间，
关上门说我需要你，直白而坦率的话语。因为婉秀知道真相人就在这家里。疯婆婆一巴掌打在儿子脸上，猛烈斥责他作为家族企业的继承人，不懂得维护家族脸面，自己外面风流，还怀疑妻子出轨。你难道不知道婉秀只是去送别他母亲？他对儿子的无能感到愤怒，无法控制这么优秀的儿媳，导致他的计划无法顺利进行。父子俩商量如何才能把婉秀赶出家门，否则长久以来的公司洗钱证据将使他们失去所有。如果必要的话，可能只能让婉秀消失。与此同时，婉秀也揭开了会长死亡的秘密。他推断，杀害会长和朱贺的是同一批人，这些人也是策划刺杀婉秀的幕后黑手。保镖队长看到他们在一起，非常惊讶。夫人却开口说，刚收到一个来自恐怖组织的威胁视频，关键时刻绝不能解雇任何保镖。夫人一走，队长大声发泄怒气，提醒徐导宇要记住保镖的责任。他用夫人的安全作为理由，轻松化解了争议。这时张泰罗还在分析情况，在探究为何婉秀的母亲没有得到隆重的葬礼。老妈解释说，这反映了财阀家族对婉秀的不重视。他告诉他要坚持到婉秀被赶出家门。到了晚上，徐导允前往八星帮的地盘进行调查，发现赌场里到处都装有监控。他谎称是来代表花人会见帮主的，对方看了他一眼，发现是个生面孔，就直接拒绝了会面，转身把这段录像发给了保镖队长。保镖队长质问徐导允为什么要去八星帮调查。这时徐导允开始怀疑队长与朱贺之死有关。没办法，队长只好告诉他只是帮帮主办事。徐导允追问为什么要掩盖帮主死亡的真相，朱贺就是因为这个秘密被杀的。队长解释说，帮主是因中风，他想在家中安详的去世有何不妥。在财阀的世界里，作为保镖需要学会不问不听，但这个解释太牵强了。徐导允显然不信，他是要揭露隐藏的真相。晚上夫人约他在员工餐厅见面，管家看到他后赶紧上前献殷勤，但被夫人以借口打发走，只留下保镖在场。听完徐导宇的汇报后，夫人透露了一个关键线索，一直都是韩律师来处理那些秘密资金。幸好他们没做什么过分的事，因为管家总是在监控室里，监控下的一举一动他都看得清清楚楚。躺在床上的时候，夫人忍不住回想起和保镖的种种肢体接触，那种感觉真是难以言表。那天正在上班的婉秀被婆婆叫回家，原来是因为她拍的化妆品广告，她把广告收入都捐给了非洲的孩子们。这么做直接影响了老二上司的那笔生意，老二的媳妇投了2000亿，这下可能全打水漂了。两人气得跳脚，直接冲婉秀大发雷霆，婆婆也只能气得骂骂咧咧。婉秀很快就受到了他们的报复，她去参加活动时突然被一群无人机盯上，夫人遭到了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。保镖凭借高超的车技一次又一次的躲避，但还是躲不开射向车底的那一枪。随着一声爆炸，车子被掀翻在地，保镖浑身是伤，渐渐恢复意识。车子已经起火，他拼尽全力将夫人从车中救出。刚走出几步，他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爆炸飞溅的碎片。他们很快被送到了医院急救。经过几个小时的紧急抢救，保镖侥幸保住了自己的小命，而操控无人机的人竟然是女保镖2号。夫人只受了轻伤，暂时失去意识。醒来后，她的第一句话就是询问保镖的状况，这让丈夫哭笑不得。得知保镖安然无恙，她也总算松了一口气。回想起保镖为自己舍命的情景，感动的不行。大量记者包围医院门口想要采访，但被助理以夫人需休息为由拦在外头。这场恐怖事件却让公司的捐款大幅增加。张泰罗和他妈妈趁机接触记者，准备爆出大新闻。他证实了自己是张泰罗3姐的身份，让记者假装偷拍。情人前来医院看望表达关心，女保镖想趁徐导允昏迷之际下手。副会长突然出现，打乱了他的计划。会长一走，他注视着病房的监控摄像头，无奈向上级报告任务失败。这次恐怖袭击也引起了警方注意，厅长亲自上门向婆婆保证，一定会抓到凶手，态度谄媚，像哈巴狗一样。付出总有回报。韩律师悄悄递给他一份厚厚的红包，暗示这是由伊斯兰国组织策划的暗杀。言外之意是，赶紧找个替罪羊，不能让这事影响公司的股价。夫人急忙去看望保镖，却发现病床上空无一人。徐导允正在四处找人调查看周边的监控录像。队长向副会长报告袭击情况，警方还没有任何线索。副会长松了一口气，安排他进行一些洗钱活动，手握一袋钱。队长开始怀疑，这钱是不是杀人赏金？韩律师向婆婆汇报情况，副会长调配的秘密资金，还透露他与危险人物有密切接触。婆婆却嘱咐他别管这些琐事，让他专注监控老二的免税店投资。保镖受了伤，女保镖开始负责夫人的个人安全。夫人即将出院，又一次去看望徐导女，
夫人问他为何如此傻要保护他，保镖说这都是顺其自然的选择，外面有人生，他自己也行动不便。夫人明白这不是纠缠的时候，说出院后再详谈，然后转身离开。这一刻，两人的心灵似乎相通了。看着婉秀安全出院，婆婆有些失望，提到保镖是拼命保护婉秀的，这都是因为给了他们足够的理由。夫人质疑她，钱怎能与生命相提并论？婆婆认为这是一种等价交换。婉秀追问她是否买过别人的命，婆婆被问得一愣，赶紧转移话题，开始讨论免税店的投资事宜。老二撤回了投资，张泰罗的哥哥准备接手，张泰罗的妈妈被管家拦在门外。偶然出门的婉秀让他们进来，但管家的脸色依旧不好。婉秀警告他，不要太插手家族内部事务，否则连张泰罗可能都要被赶出家门。深夜，婆婆带着红酒去找韩律师，正巧被儿子看到。原来他们一直有私情，她小时候就偶然发现过，这就是婆婆如此放肆的原因。竟然是这样，老会长一直默认这件事。徐导允伤还没好就匆匆出院了，工作队长知道后立刻找到他，向他确认了朱贺的死亡和保留的录像。队长把这些事告诉了徐导允，他的怀疑可能真的有道理。副会长又向八星帮提供了一大笔资金，这可能是为了谋杀，但他能帮徐导允的只有这些，他不想自己也被卷入这场财力争斗。夫人在楼上偷看他，却又不想让他发现，深夜悄悄来到他房间敲门，告诉他关于集团财务的重要信息。在韩律师的房间看到徐导允的伤还没好，便叮嘱他要小心。徐导允通过监控发现了什么，注意到韩律师住处没有监控设备，知道这是为了隐藏人员身份。韩律师外出时，他打算秘密潜入，这一幕被女保镖看见了，在韩律师的车后备箱里取了一条有他气味的毛巾，用来让门口的大狗安静下来，却被门口的指纹密码锁阻止了。他跑到厨房找到韩律师用过的酒杯，提取了指纹准备制作钥匙，然后成功的打开了指纹锁。搜房间时没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，保险柜需要指纹和2次密码。他看到床头的钟表突发奇想，拆开后在里面安装了摄像头。这时女保镖已经去通知韩律师，徐导允可能已经知道了什么。临走之前，徐导允不小心挪动了木箱，发现了他要找的账簿。等韩律师回来的时候，徐导允已经安全撤离了。发现账簿不见了，他怒不可遏。徐导允已经带着东西找到了婉秀。这时公司突然闯入一群人，徐导允原以为能偷走账簿，悄无声息，没想到刚拿到账簿，哥哥就被人举报抓了。婉秀去见他时，他却表现得很镇定，因为他掌握着不只是控制着婆婆500多个名下的秘密账户，还有行贿税务局长的证据。韩律师也必须出手相救，以防两败俱伤。其实是老二在暗中搞鬼，为了与大哥争夺权力，故意放出证据举报，打乱了婆婆的计划。哥哥一被抓，婉秀感到非常担忧，因为哥哥是她唯一的亲人。徐导允在一旁安慰她。这一幕被冲进来的丈夫看到，他开始怀疑婉秀和保镖的关系。不仅是老大，连婆婆看到他们拥抱的照片，也认为婉秀被爱冲昏了头脑。婉秀如果不承认是她指使偷账簿，婆婆下一秒就会命令人杀了徐导允灭口。婉秀不得不承认是她指使的，但也解释说照片只是个误会。那天因母亲过世她头晕，暂时借了保镖的肩膀。为了保住徐导允和被抓的哥哥的性命，婉秀答应会把账簿交还给婆婆，也请韩律师努力救哥哥。韩律师直接问保镖是不是职业出身，他来花人这里的目的究竟是什么。徐导允用坚定的眼神拒绝承认自己有任何特别的目的，同时也拒绝了韩律师的提议，不让他把账簿放回原位。韩律师在花人馆的行动真的很迅速，他先是警告老二不要乱来，然后又去训斥张泰罗，提醒他记住自己的身份。徐导允趁夜跑的机会再次见到婉秀，婉秀要求他交出账簿，但被他拒绝了，因为他发现了账簿中的资金流向，这些资金并不是婉秀所掌控的，而是流向了他和他哥哥。所有资金最终都汇聚到了婆婆的账户，这样做是否为了洗钱或其他目的还不得而知。婉秀坦白他让他偷账本的事，这让徐导允感到非常紧张。明明是他手里有账本，对方却无法对他怎么样，他不想让婉秀置身于危险之中。原本无庄务被捕的消息被压制了，但张泰罗的母亲看到了掌握主动权的机会，他花重金贿赂了一位记者。第二天报纸上全是关于吴庄务被捕的报道，还有关于婉秀和老大可能离婚的猜测。婆婆想要摆脱这一切，差点将公司从花人集团中分割出去。为了压制关于福祉财团资产被侵占的报道，压下去，韩律师建议婆婆牺牲婉秀。婆婆意识到婉秀绝不会轻易放弃董事的位置，韩律师提出了一个让她主动退位的计划。鉴于现状，婆婆也不顾儿子的面子了，叫来了婉秀，
让他和保镖一起去釜山，目的是安排周年纪念活动，试图消除离婚传闻的负面影响。婉秀毫不知情，欣然前往。她没注意到婆婆和韩律师那种得逞后的阴险眼神。韩律师现在还有一个棘手的任务要处理，那就是老会长的遗嘱即将公布，还有2个月就到了公布的日子。他听说会长曾跑到纽约立遗嘱时还很震惊，原来是因为老会长知道他在韩国法界的影响力，故意去国外以免他动手脚。现在距离遗嘱公布仅剩2个月，他约见了那位负责此事的女律师，承诺给他一定的私人报酬，希望能提前看到遗嘱内容。女律师坚守职业道德，拒绝了他的提议，但作为朋友20年，他还是透露了资金流向福祉集团。韩律师立刻行动，让老二接手福祉集团掌管的秘密资金，准备和大哥争夺权力，以保持自己的主动地位。为了维持自己的美貌，婆婆又花大价钱注射抗衰老药物，她却不知道那些销售人员也在欺骗她。婉秀和保镖一路开车前往釜山，2人仿佛是去旅游的情侣，途中偶然到了一个无人的海滩，享受着难得一见的自由时光。不知道有个女保镖在暗处拍下了这一切，这都是韩律师的安排。到达别墅后，保镖开始检查周围的安全隐患。婉秀接到了副会长说今天来不了的电话，今天他来不了了，这个大别墅里就剩我们2个人了，这是韩律师给我们制造的机会。婉秀上楼去休息了，徐导允正要离开，却被从后面婉秀抱住了。徐导允告诉我他可以好好休息，自己会去巡查一遍。突然的响声让他警觉起来，结果发现只是只小猫。这时有人悄悄进入了婉秀的卧室，突然动手试图刺杀她。赵允帮他安排了安全路线，转身就和蒙面人打了起来，期间不小心被匕首划伤了，蒙面人将他打倒，转身去追婉秀。婉秀跳窗逃到游艇上，徐导允也紧跟着。藏在游艇卫生间里的婉秀抬头看到蒙面人就在上面，婉秀被蒙面人摔晕了，赶来的徐导允再次将他救下。如果知道是18兆遗产的继承人，蒙面人肯定会后悔没杀成。今天他没能成功刺杀，蒙面人被一脚踢进水里，受伤的徐导允启动游艇驶离了这个危险的地方。第2天清晨，阳光洒在游艇上，婉秀关心地问他伤得怎么样。他身上带着重伤，却只关心婉秀是否安全，因为他是要守护夫人的安全。别墅一片狼藉，迟到的副会长看到满地血迹，再次见到婉秀时，他仍在沉睡中。婉秀无意间搭在他腿上的手，让他疑惑婉秀是否误会了什么。婉秀突然惊醒，看到自己的丈夫，意识到自己摸错了人。2人通过窗户对视，副会长并不关心夫人是否受伤，而是开始质疑他们。他们一夜未分开，在媒体前，他们装作一副恩爱的模样。旁边的保镖忍不住嫉妒，婉秀看到他嫉妒的样子，也回忆起给他包扎伤口的情景。他们猜测蒙面人的目的是要杀掉他们俩。如果是婆婆安排的话，目标只是丈夫，贸然行动反而会使丈夫名声大噪。幕后黑手可能是副会长或老二。为了探测丈夫是否知情，婉秀当面向他试探，询问丈夫老二是否是私生子，以及老会长去世后的家族动态。从他的反应中，婉秀意识到他一无所知，他不懂这句话的含义。婉秀才透露老会长可能被谋杀。此时婆婆因新闻报道气疯了，原来她花费巨资购买的所谓生命之水不过是便宜的生理盐水，这让她更加愤怒。别人却只花1000万买到，2个骗子演员让她团团转。好消息是，手下找回了夫人和保镖的亲密照片，无论他们是否纳税，只要报道写得精彩，足以让公众信以为真，这样也能让自己的丢脸新闻冷却下来。这时韩律师知道了真相，明白了徐导允复仇的真正目的。婆婆也感到好奇，为什么徐导允会怀疑会长之死。回到了豪华别墅，婉秀偷偷调查了韩律师的暗杀行动，转头便对女保镖大发雷霆，还不忘威胁她，提醒她不要忘了她的家人，根本不关心女保镖是否受伤。婉秀的新闻登上了热搜，老大马上去找他妈妈。他知道所有的偷拍和八卦都与母亲有关，他很清楚面前的母亲做的事远比这龌龊，远超10000倍。面对儿子的指责，婆婆也束手无策，既不能杀人也无法管理。婆婆其实感到非常委屈，当年按照父母的意愿嫁给了总统，她从未得到丈夫的尊重，现在她全力支持儿子，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儿子铺路。尽管如此，儿子还是不愿意和婉秀离婚，因为他从未有过真正的选择。虽然是婆婆安排他去非洲见婉秀，但他真心喜欢这个女人。自从他出轨被发现后，2人的感情完全破裂，再也无法修补。张泰罗目睹了母子俩的争吵，他的话也让张泰罗深受触动。他不想在这个家庭中变成一个任人摆布的傻子。吴庄被误释放，其实无罪。韩律师亲自出马劫法庭，韩律师坚持要求
早日拿到行贿的直接证据，再加上徐导允掌握的账簿，他才会答应把借名账户的钱还给他。专务直接找徐导允要账簿。徐导允透露，真正有罪的是婆婆。韩律师想要侵吞花人的终极受益人。那晚，他又潜入韩律师房间，利用上次安装的摄像头打开了保险柜，里头的受益人名单令他大吃一惊，所有受益人竟然都是老二。难道老二是他和婆婆的孩子？他刚拍好照片，韩律师匆匆回到楼梯，生怕被发现。趁韩律师洗手时，他迅速逃离，却见到醉醺醺的老大找韩律师。徐导允回到自己房间，发现房间被翻得一团糟，这更加证实韩律师是这一切背后的黑手。老大面对韩律师质问他是否杀了老，还问是不是因为老爸看不上韩律师的儿子。老二会这么做的原因，1个月后遗嘱将公开，到时老二1分钱也拿不到怎么办？韩律师阴沉地说，谁若动老二，他就灭了谁。喝过酒的老大思绪更清晰，他明白老妈讨厌老二的原因，因为老二一直把韩律师当仆人，主人不喜欢仆人的孩子。老大警告千万别动挽袖，不管是谁都承受不起他的怒火。接着老大把徐导允带到地下室，口头上说要公平对决，转身却偷偷拿起枪，逼他回答是否和挽袖有染，探问他接近挽袖的真正目的。徐导允心里没鬼，没上过床就是没上过床。他还说自己在调查杀害老会长的真凶，确信他的妻子是无辜的。老大也逐渐平静了下来。这时挽袖得知消息后急忙赶来，他一把抓住枪口挡在他面前，并亲口承认他喜欢徐导允。老大也有话想对他说，保镖之所以接近他是为了复仇，但这改变不了挽袖的心意。挽袖边说边相信他既没有杀害老会长，也没有刺杀自己，让他放下枪，找出真正的凶手。徐导允趁机夺过枪来，然后转身离开，给他们留下足够的空间。负责老会长遗嘱的律师团即将到来。当韩老会长得知老二是韩律师的儿子后，明确表示遗嘱中不会给他留下1分钱。韩律师试图通过关系提前得知遗嘱的内容，但对方一如既往地拒绝了。今天是律师团公布遗嘱的日子，全家人都早早地在花人别墅等待。随着女律师打开密封的文件袋，公布的遗嘱让所有人都惊呆了。挽袖前往瑞士银行领取18兆的遗产，这是老会长留下的巨额秘密资金。老二只想让3个人平分，自己拿走5兆，婆婆则希望留下大部分支持老大。遗嘱赋予挽袖全权处理。看着老二还在不停地主张平分，挽袖打算揭露他的生父是韩律师，婆婆下得赶快阻止他继续说。情急之下，老二说宁愿两败俱伤，手里的证据足以让他们母子俩坐牢。这时老大不得不说出自己的猜测，爸爸可能是被谋杀的。老二气冲冲地找到韩律师，却被他的一句话问得说不出话来。原来韩律师早就知道是他害死了老会长，连几次谋杀都是他在背后操纵，因为他太心急，让老韩帮他铺的路全都毁了。原来那时老二和老会长吵架，一气之下用金砖砸了会长的头。韩律师赶到时催他快走，然后伪造了会长心脏病突发死亡，帮他掩盖了真相。另一边徐导允也发现了一些事情，发现女保镖2次都差点被杀手弄，但没证据，只能暂时观望。婆婆再次见到韩律师时，还想用美色来利用他，她想让挽袖的哥哥参与洗18兆的钱，等钱回到韩国后，再找办法买入花人的股份，在继承时制造意外，让老大成为继承人。看到韩律师不支持他的计划，就提出给老二多一点分成。他不知道韩律师想让老二继承花人集团。挽袖知道老二是韩律师的儿子后，也想通了一些事，排除自己是韩律师和儿子的计划。哥哥打算带着丈夫去和韩律师谈判，老二偷用岳父公司的钱买了花人集团的股票，媳妇逼他3天内补上这个窟窿，不然就让他坐牢。老二只能拼命找到秘密资金。挽袖的哥哥和韩律师约在江边见面，徐导允躲在一边把一切都录下来了。韩律师把钱打到了哥哥的海外账户，临走前哥哥问了他一个问题，怎样才能确保挽袖安全？韩律师告诉他只需自己小心，接过账本转身就走。保镖关闭了录音设备，警惕性降低了。这时一个蒙面杀手突然出现，直接割伤了挽袖哥的喉咙。这种手法与之前杀害兄弟的一样，他紧追不舍，刺伤了凶手的肩膀。凶手逃掉了，他不得不回去查看哥哥的伤势。受伤的凶手摘下了面罩，竟是韩律师手下的女保镖。韩律师拿着账本向当局举报了挽袖的福利集团。监察局很快就联系了挽袖，但他联系不上婆婆和丈夫。挽袖的哥哥最终没能救过来。保镖通过视频确认杀手就是 K1， 他把这个悲痛的消息告诉了挽袖。失去了亲人的挽袖悲痛万分，保镖用他宽厚的肩膀安慰挽袖。婆婆找了整夜的韩律师来到别墅，谎称自己早已休息没接电话，还把举报的责任推给了吴专务。在韩律师的保护下，婆
婆婆去接受了调查，老二的妻子要求离婚，因为她把公公的公司用来抵押了大量股票。老二给她看了一堆照片，说是因为公公看见她外面换人，才同意了老二的请求。这更激怒了老二的妻子，发誓要把她赶出家门，让她一无所有。接受调查后，韩律师安排婆婆住进了酒店，没人可依靠的婆婆只好信赖老情人。挽袖的大嫂拿出哥哥留下的 U 盘，徐导允偷偷的把东西放进韩律师的保险柜，用来证明韩律师谋杀吴庄务的证据。徐导允终于捉到了杀害兄弟的凶手，还有他杀害吴庄务的录像作为证据。女保镖被警方带走了。为了让儿子顺利接管花人集团，韩律师先将妨碍的婆婆送进了监狱。徐导允与韩律师正面对峙，但作为老狐狸的律师知道他没证据，气得徐导允握紧了拳头，无可奈何只能干瞪眼。韩律师发掘出老二用来砸死会长的金砖，然后去看守所见婆婆。这时候老太婆也想通了，是他在背后捣鬼，但一切都已太晚。韩律师透露了他的野心，他想看看那些财阀眼中的仆人的孩子是怎样巧取豪夺财阀家产的。他拿出用来砸死会长的金砖，他和律师的儿子一起杀了自己的丈夫。如果这是曝光，不仅二公子会受牵连，他和韩律师的私情也可能曝光。韩律师让他承认是自己一手操作。老太婆为儿子做了最后的贡献。老大拿出了自己的秘密金库，让张素罗带着钱和儿子走得越远越好。他知道张素罗不适合这种财阀的争斗，也清楚自己留下来没好结果。被抛弃的张素罗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选择，这都是荣国为了他好。老二的媳妇带着律师来提出离婚，气得不行，他一怒之下撕毁了离婚协议，一回到别墅就把所有仆人都赶走了。然后他在地下室找到一支猎枪，拿着猎枪直接去找老大，正好碰上要离开别墅的挽袖。突然传来一声枪响，韩律师听到消息也赶来制止，枪口对准老大，他却丝毫不惧，还在大声指责他们父子俩的行为。韩律师从老二手中接过枪，决心帮儿子清除继承路上的障碍。老大躲开后，两人开始扭打，老二捡起枪不幸射中了老大。这一幕正好被挽袖看到，老大在临死前向挽袖表白，韩律师催促老二快点离开，然后他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。韩律师赶紧擦掉枪上的指纹，警察到来时，他把责任推到挽袖身上，自称只是个目击者。两人都被带回去接受审问。徐导允留下来寻找证据，别墅的监控系统全部瘫痪，但徐导允最终还是找到了躲藏的老二。这时徐导允发现韩律师保险柜里的 U 盘起了作用，加上别墅门口的监控拍下了关键证据，证明枪响后挽袖才上楼。就这样，老二被确认为杀害老大的凶手，韩律师因雇佣杀手被逮捕，坏人最终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大仇得报，徐导允向挽袖提交了辞职申请，两人紧紧拥抱，彼此难舍。挽袖帮婆婆保释出狱，婆婆第一时间去看望了老二，母子之间的情感深厚。她透露了韩律师背叛她的事情，以及杀害老会长的证据。在监狱中，老二激动地掐住了韩律师的脖子，让这位老狐狸心痛不已。他为这个不孝子付出了几十年，为了他投入了巨额财富。遗嘱最终也反馈给了徐导允。徐导允在机场偶遇了做义工的挽袖，